我叫秦瑶，南诏公主，天生神力，3岁拔树，5岁拍碎书案。我爹说我嫁不出去，没想到和亲的轿子第一个抬进我的院子。宣和亲公主进殿。回陛下，公主们站久了，腿脚不便。那个站得最稳的，太子妃就你了。要不起。极好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南诏公主秦瑶册为太子妃。一身才华，不如一身力气。他说的对，他们准备了3年，我什么都没准备，命运偏就挑了我。臣救不了公主。扬长避短吧，昭昭，父皇教你骑马射箭。太子妃就住这儿，殿下说您人生地不熟，正好找点事儿做。比南诏的马厩还不如，有院子就行。左边种菜，右边种瓜果，愣着干什么？寄人篱下，把日子过好才是正经事。都说太子妃生在苦寒之地，这院子和你这身打扮，传言倒不算冤枉你。太子殿下连脚都不肯踏进，这位置你也该让出来了。你牙上有菜。你以为太子娶了你，你就是太子妃了？又没控制好力道。殿下，他碰了一下我的手，殿下要替月龙做主。没练过武，碰一下能断骨。他徒手拔树，院子里所有人都看见了。你先回去养伤。青罗，出去看好了，哪家门板结实，咱们拆回来。殿下走错了，你在砸本宫的墙。妾身素来胆小，想看看这墙结实不结实。本宫听见你说要去拆别人家门板，就6颗，我问过管家的，您说随意。你可真不像一个公主。萧金鱼受死！别踩我的凌霄花！蠢货，我等在此埋伏2个月。这墙上月刚显修过，我给砌上。南诏公主力气大，本宫早有耳闻，名不虚传。这都还没使劲呢。日后想出去，走大门。今晚搬到本宫院子里住，可会下棋？小国小户，棋术不精，女工不会，琴艺极差。但我会这个。马吊会吗？弹的，谁弹得远谁赢。棋是用来对弈的。你到底玩不玩？玩。老奴好久没看到殿下这样笑了。再来一个。不来了，你这些侍卫连我3成力都扛不住。你笑起来还挺好看，平时板着脸给谁看？昨日你输了32两银子，今日加倍。你会算牌？本宫3岁识字，5岁诵经，你这点牌面，闭嘴！再来。还是与你一起才能这般痛快。你以前没人陪你玩？父皇派我去南面治理水患，少则2月，多则半年。去多久？水患难治，我眼下虽无头绪，但定会。你看，水大了，一靠疏，二靠堵。田里积水入沟渠，汇入河道，堵。在水里撒一把糠皮，哪里留下印记就在哪里修复。北朔治水，历来只堵不疏。那是因为你们没人被罚去种地，我浪费粮食，父皇罚我耕了3个月田，田里积水了，我就是这个法子。你还会治水？我会的东西多了，只是没人问过我。取笔墨来。南诏来的蛮女
也配画治水图？嬷嬷，太子这几日都在他院子里。柳姑娘，老奴只管洒扫。他给殿下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去查这蛮女的底细。南诏公主身上不会没有秘密。从这里绕，能避开百姓屋舍，省30%人力。对，这里的湾口。殿下不日便要启程，月容愿随殿下同去。你去做什么？月容可以照顾殿下起居。没事就在京城待着，别出来添乱。落花有意，流水对谁都无情。不找你买东西，贵人放心，我一心只想挣银子，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。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。你是怎么想到在江心筑分水堤的？治水的时候还能想到旱季平原的灌溉，你太厉害了！你找我，就因为这事儿？还有件事儿，你会打马吊吗？4个人，输了给银子的。确胜了解一下。胡了，要不起。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牌面概率学，我跟你说你也不懂。我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那里不叫大硕，没有皇上太子。我念了很多年书，刚毕业就被送到这儿了。我有系统，任务攒够才能回去。你想回家？想，每天都想。我博士读了5年，不是为了来这儿嫁人生子的。我帮你，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姐妹，我秦瑶说到做到。你们是谁？从太子府一路跟着你出来的，太子妃，你说呢？生死攸关，人逼急了什么都干得出来，你信吗？别动，先止血。不必麻烦。你是为我才受伤的，寺里菩萨都看着，不管你，遭天谴。太子妃，那个人好像是三皇子。三皇子。太子妃，您看了一下午了。三皇子每年都去相国寺，年年都去，不光祭拜将士，还给穷苦百姓送米粮。一个皇子跟士兵一起吃干粮。他是怎么从天水关活下来的？三皇子跳了崖，掉进江里被冲走了，命大。那以后他就变了个人，不说话也不笑了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，想不起来了。三皇子萧长幽，生母是北海采珠女，进宫献珠时被皇上临幸，本想杖毙，不想她怀了孩子。三皇子出生没多久，生母就去世了，皇上不待见，他在宫里受尽欺凌，怎么活下来的？5年前天水关一战，他带500精兵直捣敌营，死伤惨重，他自己跳崖才活下来。此后年年都来相国寺替死去的将士祭拜。5年前三皇子常年在外征战，鲜少回京，回来也待不久。救命之恩，涌泉相报。把库房里最好的伤药拿出来，都送到三皇子府上。库房的锁是您撬的？太子说过，库房的东西让我随便拿。三皇子说，多谢太子妃好意，这把匕首留给您防身，不用再就地取材了。一个5大3粗的武将，居然这么周到。三皇子还受着伤呢，一大早就在军营操练了。这几日他们要去北海除寇。北海流寇，海上浪大，会水的掉进去也未必能活，那岂不是去送死？可若不去，北海百姓日子更难。三皇子的生母就是那里人，他非去不可。
你疯了？这都几更天了？这是你画的，能造吗？能，我把流体力学的东西标上去，效率能提30%。不过你画了一夜，就为了给三皇子打仗用？他救过我，不止因为救命之恩吧？太子妃，图纸已收到，但有些地方微臣想当面请教。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跟南诏那些只会嚷嚷不会打仗的老匹夫天差地别，只是总觉得在哪里见过。多谢太子妃。都是为了百姓。北海离南诏不远，三皇子胜了，便是我南诏胜了。太子妃可是饿了？这么晚了，嬷嬷他们都歇了。我知道有家馄饨摊子，应该还开着。5年天天水关一战，替南诏百姓谢过三皇子。对大硕不过放弃2座城，可对南诏那是沦陷的开始。也多谢你。举手之劳。你是在说设计图？公子，机关弩底座得用铁木，铁木耐潮，海上风浪大。铁木太重，吃水深了船速慢，流寇的快船你又不是没见过。可柏木轻，撑不住弩机后坐力。谁说用纯柏木？柏木骨架，外面包铜皮，轻还硬。你干了几十年船，见过弩机后坐力把铜皮震裂的？别这那的，搬料来，我示例。公子好力气，老夫服了。今天又是什么？烧鸡，顺便这个，材料特殊，比匕首好用，防身。好东西，剑中藏剑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自己打的，用的云铁。你会打铁？在军营里学的，没人教，自己琢磨。我连睡觉都放枕头底下。你受伤了？干活哪有不受伤的？前几天劈木料没带护手。又是上回那个药，相国寺那瓶。你那瓶药到底从哪儿来的？效果比太医开的都好。南诏的方子，一个猎户教的。猎户5年前在山里养伤，隔壁猎户送我的。他说是一个姑娘留下的药方，治外伤不留疤。你脸上的疤也是那时候留下的？坠崖时刮的。他给我上过药，但还是留了印子。若是下次再让我看见你受伤，此处你就别来了。你管我？我管。殿下，要过去吗？回府。说，三皇子今日又去了船坞，带了核桃酥，还给太子妃上了药。上药？太子妃手上划了道口子，三皇子随身带着药。他倒是周到。核桃酥带了几天了？半个月，天天带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秦瑶，本宫都还没碰过你的手呢。当初打马丢你不让我毁牌，把我手都抓伤了。你也喜欢吃核桃？我最讨厌吃核桃。这些赏赐分你一半。行，受之不愧。殿下，老奴看着太子妃去船坞这些天，人也精神了，这院子里总算有点人气了。他高兴就好。太子妃，您觉得太子殿下如何？你喊我太子妃，太子是我夫君，自然是不错的。那三皇子呢？顶好的人。查到了，太子妃与三皇子确有私交，太子亲眼所见他们在船坞。够了，船坞的事，太子亲眼看见。太子妃和三皇子，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不用我动手。可太子似乎不在意。不在意，不在意会把核桃装满一抽屉。他不是不在意，他是在忍，忍得越久爆得越猛。我只要再加一把火，
让人去南诏查太子妃在嫁过来之前有没有见过什么人，救过什么人。若能嫁给三太子，此生无憾。我出身清河崔氏，母亲乃琅琊王氏，我是太后的亲侄女，嫡长子和嫡长女生下来的嫡长女。这不是我那无知粗鄙的皇嫂吗？野鸡变凤凰了。让路！我太子哥哥有没有碰过你，你自己心里没数。推人下水是吧？也让你尝尝。父皇，是他设计颖儿臣去桥上，儿臣的腰好痛。是九公主先拦了臣妻的路，推臣妻下水，后来桥断了，他们一起掉下去的。各自说有理，拿出证据和证人。儿臣当时在湖心亭，亲眼所见是九妹先拦住太子妃去路，推人下水，桥是意外断裂。臣等正与三皇子在湖心亭商议扫寇之事。三哥，让太医给九公主诊腰，别留了病根。此事到此为止。三哥，若是没事，进来喝口茶。若非太子和太子妃此次出征凶多吉少，本宫可不知道太子妃这么能干。要谢你谢她去，本宫去换身衣服。5年前，我曾落下山崖，被一个男卓女子所救。我带500精兵突袭敌营，撤退时坠了崖，昏迷了大半个月。醒来时他已经离开了，只留下这枚玉佩。那年父皇罚我去砍柴，密林里捡到一个满身是伤的男人，我照顾了大半个月。后来大姐的事迹托了隔壁猎户，等我回来，他已经走了。这5年，我把那山附近所有村庄都翻遍了，直到你出现在我面前。你父皇曾想将最适龄的女儿许配给我，可我那时一心要找救我的女子，拒绝了。可能差一点缘分吧。你别怕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日后只要你开口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，我会尽全力守护我想守护的人，始终如一。物归原主，这是我自己雕的第1枚玉佩，材质普通，没人看得出是皇家之物。三哥走了，别哭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欺负你了。我哭了吗？秦瑶，我本以为你没心没肺，原来你也有愁眉苦脸的一天。三哥给你的。你今晚喝的有点多。不多，才第3碗。上次你喝第3碗的时候，把石桌拍裂了。那不怪我，怪石桌不结实。5年前那座山是我父皇罚我去砍柴的地方，密林里捡到一个浑身是血的人，伤得太重了，我以为活不过来。然后呢？我照顾了大半个月，换药、喂水，他烧得不省人事，嘴里一直喊娘。后来大姐的事迹托给了隔壁猎户，等我回来人走了，像从来没出现过。你去找过他吗？找了，猎户说他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，就给我留了张字条，3个字，会回来。他没回来，我嫁人了，然后我在相国寺又遇见他，1年后他来找我，他找了我5年，他拒绝了我父皇的许婚，因为他要找救他的女子，他不知道那是我。他知道的时候，你已经是我妻子了。直到我成了他弟弟的妻子。将军，京中来的信。明日几时涨潮？卯时3刻。将军，您每次看完太子府的信，都问潮水。潮水决定出船时辰。将军，那是太子妃。我知道，她是太子妃。把明日出海的路线再对一遍。您腰间的玉佩呢？还给该还的人了。将军，您找了5年，找到了就行了。去准备，卯时出海。
太子妃，您站了好久了。他在队伍最前面。三皇子打仗从来都是打头阵，以前没人心疼，现在有人心疼了。活着回来，萧长渊，活着回来。娘娘，你眼睛红了。风大，沙子迷了眼。三皇子走前留了一封信，说若他回不来，再交给您。太子妃，三皇子又打胜仗了，机关弩一放，流寇连船都靠近不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攻略值还差最后一点了。今日是我的生辰，按照那边的规矩，生辰当日吹灭蜡烛就能心想事成。这段时间他一直躲着我，我连面都见不着。只有你能帮我，把蛋糕送到他面前。对，送到他面前，让他吹灭蜡烛。你回去以后还能回来吗？不能。萧锦瑜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愿不愿意让我走？愿意。你知道吗？我来到这个世界第一天，差点饿死在街上。第一个给我东西吃的人是你。你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说宋之意。你说好名字，知意知意，知人知面不知意。你总是这样，什么都不说。我说了又能怎样？我想听，哪怕骗我。我想留你，每天都想。但从第一天认识你，我就知道你不属于这里。你眼里的光，不是这个时代能给的东西。所以我不说，说了你就走不了，走不了你就不会快乐。萧锦瑜，你要好好的。你也是。他回去了。回去了。那就好。太医呢？殿下脉象紊乱，臣查不出病因。把粥喝了。你们居然联合起来骗我，本宫一定要休了你。休了我？秦瑶，你说我若是成全了你，这算不算积德？你说什么？若太子府本就非你所愿，小国出身，骑术不精，举弓不会，哪一样像是来选太子妃？你明知如此，为何还答应？左右选谁都一样，都不是我想要的人。我早知道他不愿留在宫里，可我就是喜欢他，喜欢到可以让他得到想要的一切，爱而不得的苦，我一个人吃就行。你不也帮着他讨了吗？等我继承了皇位，就让你随三哥离开，去替他守着北海，守着边关。只要你们不造反，都行。萧锦瑜，你觉得自己很伟大，成全这个，成全那个，你自己的命呢？你是太子，北朔等着你治水，等着你治国。你现在躺在这儿说要休了我，要让我走，你有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走？我秦瑶不是物件，不用你送来送去。喝，喝了给我好起来。北萧的太子要是死了，我秦瑶第一个看不起你。萧景瑜的话还在脑子里转，成全他和萧长渊，这双手能拔树，能碎石，能画治水图，能造战船，但这双手留不住一个想去战场的人，也推不开一个愿意成全他的人。萧长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快把宋之仪说的那些东西都做出来，什么手机、电脑、炒菜机、冰箱，免得你离开京城，我还要到处找你。连电都没有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你这般无用，小心我那心高气傲的三哥不要你。我力气大，打人疼，你最好想清楚再说话。我不说就是，你多笑笑，你笑起来好看。你今天吃错药了。实话，认识你这么久，没见过你怕什么，但你刚才砸核桃的时候，手在抖。战报说再过些日子就班师回朝了。我知道，你等很久了。娘娘，这是什么？桃花酿，
等他回来，给他尝尝我的手艺。三皇子要是知道娘娘亲手酿的，一定高兴。南诏那边查到了，5年前三皇子坠崖养伤的地方就在南诏密林。当时照顾他的是一名女子，留下了刻字玉佩。刻的什么字？瑶。太子妃和三皇子5年前就认识，三皇子为了找他翻遍南阙村庄，如今他成了太子妃，成了他的皇嫂。这消息值多少钱？若传到朝堂，是大逆不道的丑闻。不急，现在传出去不过是一个桃色风波，要等一个最合适的时候，等三皇子回来，等太子和他关系最近的时候，一击毙命。秦瑶，你这太子妃做到头了。哼。太子妃，捷报！北海大捷，三皇子大军不日班师。什么时候到？最快半月。青蝶，把我那坛桃花酿挖出来。秦瑶，三哥的军队在回程途中遭遇流口余孽，那群余孽往南诏方向逃窜，三哥带人穷追不舍，追击途中遭遇埋伏。他在哪家驿馆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秦瑶，他已经走了。走去哪儿？他答应过我的，他说日后只要我开口，他什么都可以为我做。我还没开口呢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娘娘，您的手不疼，离这儿差远了。太医，快叫太医！不用，让他走，别让人碰他。你说他疼不疼？走的时候，三皇子他是为南诏而亡。我知道，他怕流寇踏进南诏，怕我的故国。他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让我知道，到最后都是我欠他。是军中信使。菩萨，我不要来世，我只要一个公道。不要喝了。他是为了你才追那群流寇的，他们所逃的方向是南诏腹地，他不能让流寇踏进你的故国。他是因为我才死的？不，他是为了保护他想保护的人。我三哥从小就这样，什么事都要做到完美。他怕有一丝松懈，父皇就看不到他了。秦瑶，我和你讲讲我三哥。5岁时被皇兄们推下水，自己爬上来，谁也没说。12岁第一次上战场，斩了3个敌人后吐了一整晚。17岁被赐了最偏远的封地，第2天笑着谢恩。23岁呢？23岁，他遇到了你。他这辈子没人真正看过他，除了你。我要起来。你现在这样？他在战场上的时候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在等他回来。等，就这一个字。现在我不要等了，我要做点什么。做什么？他守护的江山，我来守。太子妃，朝中有人在传，说三皇子是因为太子妃才……说什么？说太子妃命硬克夫，三皇子是替他挡了劫难。三皇子为国捐躯，太子妃却有负太子府清誉，臣请废太子妃。你说我克夫，那你告诉我，江南水患是谁平的？北海战船是谁造的？那是三皇子打的仗，船是我画的，图纸还在工部存档。你要不要现在去看？太子妃以女子之身出入船库，与将士并肩作战。大硕的船，大硕的兵，我秦瑶去船务，是为大硕造船，不是为哪个男人造船。你们在朝堂上做了几10年，为百姓做过什么？都住口！三皇子尸骨未寒，你们在这吵给谁看？南诏公主，哀家今日才看清你。今日你在朝堂上骂得不够狠，那帮老东西，下次我直接掀桌子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像极了我三哥，他在朝堂上从不解释，只做一件事，用战功堵嘴。你是在夸我？是。我明天去找工部，
战船图纸还有改良空间。他走的时候，北海还没彻底平静。你要继续造船？他不是因为南诏死的吗？那我就要让南诏、让北海、让大朔的每一寸疆土再也不用死人。南诏边境发现敌军集结，兵力估算5万。南诏王求援。陛下，南诏乃边陲小国，若出兵援助，劳民伤财。南诏是边陲小国，但若南诏被破，下一个就是北海，再下一个就是京城。你是想等敌军打到门口再出兵？太子妃危言耸听。5年前，天水关一战，北朔放弃2座城。南诏若沦陷，北朔西境门户大开。兵部的沙盘上有没有这条路线？太子妃说的对，南诏不能丢。但北海战事刚平，将士疲惫，不用你们出兵，把工部拨给我。1个月，我画出守城机关图，南诏守得住，北邵就不用出兵。什么？荒唐！哪有太子妃去工部画图的道理？你今天才知道我是太子妃，那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叫秦瑶，3岁拔树，5岁碎石。你不让我画图，是想让我在这儿跟你比力气？娘娘，这山地地形，传统的弩机射程不够。谁说用弩机？你看这里，峡谷两边峭壁，中间一条道。敌军若走这条道，在峭壁上架滚石机关，不用人手，用绳子拴住。可绳子会断。用铁索，底部加刺刀，松了绳子，铁索荡下去，截断马腿。娘娘这法子，像当年三皇子在峡谷用的连环阵。是，跟他学的。三哥，北朔欠你的，我替你还。从今日起，阵亡将士家眷免赋3年，子女入关学。我给你酿的，可惜你没喝到，还是留着吧。你克了5年，我收一辈子。三皇子是为守护南诏而死，从今日起，南诏的仗我替他打，北海的船我替他造，他守护的人我替他守到底。时候到了，送到御史台，就说太子妃秦瑶与三皇子萧长烟早在5年前便私定终生，玉佩为证。太子萧锦瑜知情不报，包庇纵容。这柳姑娘，三皇子已经过世，此事传出去，正是因为他死了，才罪致命。活着是桃色绯闻，死了是祸国罪名。满朝文武都会问，三皇子是不是因为太子妃才追那群流寇？是不是因为这段关系才不要命？一条命换一个克夫克国的罪名，秦瑶这辈子翻不了身。是。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。臣弹劾太子妃秦瑶。5年前，南诏密林之中，秦瑶就对若崖的三皇子贴身照料半月有余，以玉佩私赠，私定终身。三皇子拒绝南卓皇许婚，独寻此女5年。如今此人已为太子妃，身为皇媳与皇兄有牵连，此为祸国重罪。5年前我救了一个重伤的人，他是三皇子，我当时不知道，我留下了玉佩，他也留下了玉佩，这能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们有情。有情，我有情，他也有情，但我们是太子妃和三皇子，我们什么都没做过。他在战场杀敌，我在船坞造船，我们连手都没碰过，这算哪门子的祸国？三皇子因你而死，他是因为守护南诏而死，是为大朔而死。你把他的一生说成一个女人的桃色丑闻。他在战场上挨刀子的时候你在哪？他在北海船上吐得昏天黑地的时候你在哪？他的战功你提过一句吗？够了！御史台弹劾太子妃，可有物证？玉佩为证。这就是那枚玉佩，上面刻着我的名字，我留着是因为他替我找回了他，我问心无愧。你们谁觉得这是罪证？拿去。今日朝堂之事，哀家不想再看到第2次。母后，秦瑶哀家知道你是清白的，三皇子也是清白的，但清白不意味着能堵住天下人的嘴。你昨日在墓地说的那些话，哀家听说了。你要替他守南诺，替他守北海。好，哀家给你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封后大典，太子登基之后，你为皇后，用皇后的身份做你想做的事，造船、守疆、改革，都比一个太子妃有利。太后信我？哀家不信你，哀家信三皇子，他这辈子没看错过。哪来的孩子？为何与你和宋之义如此相似？莫非是之义之子？他给孩子取了名字吗？
念念不忘，岁岁平安。小公主身体无恙，十分健康。这孩子哪儿来的？我的。是儿臣的。你们俩一模一样，撒谎都不会。好，本宫的孙女，谁敢说不是？怕了。你不怕？怕。从你说我的那刻起就在怕。知意把孩子托付给我，不是让我藏着掖着。这孩子需要一个身份，太子之女，皇家血脉，太后认了，满朝文武就得认。太后是明白人，她看出来了，但她选择当这孩子祖母。柳月荣不会放过这个把柄，他查知意很久了，绣坊算不生辰，他什么都记着。他若查到知意来路不明，让他查。知意救人无数，治水、造船、织布，桩桩件件都有据可查。来路不明，谁规定救人之前要先报户籍？你知道吗？你每次说这种话的时候，眼里有火。那不是火，是气。气这帮人什么都不干，就会查别人来路。不管谁来查，延安是我女儿，偏往老子来也是。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，太子妃说是他的，太子说是他的，来历不明，妖人。太子府当年那个绣坊老板，来路不明，去路不明，算盘打得好，治水也是他出的主意。一个女子会这么多东西，要么是妖，要么是怪。陛下，臣女揭发太子妃秦瑶勾结妖人宋之义，以妖术干预朝政。江南治水方案是宋之义出的，机关战船图纸是宋之义改良的。此人来路不明，懂百家学问，凭空消失，不是妖人是什么？陛下与妖人有私情，太子妃包庇妖人，以妖术换取朝堂地位，此为欺君之罪。你说他是妖人？是，他治的水患救了江南30万百姓，他改良的战船让北海流寇10年不敢来犯。他是妖人，那30万百姓的命，北海渔民的船都是妖术救的。你们谁家里没有用他治水的粮？谁家亲戚没有坐他改良的船？站出来，把粮食吐出来，把船凿了。谁先来？妖术就是妖术，那你拿出证据。他是用妖火烧了你的院子，还是用妖风刮走了你的银子？他伤过谁，害过谁？你拿不出证据，却说他是妖人，污蔑一个救过30万百姓的人，你不怕遭报应？累不累？不累，气还没泄。柳月荣今日在朝堂上说知意是妖人，不是一时兴起，是有备而来。我知道，他查知意很久了，绣坊系统消失，他记了满满一页纸。他若拿妖人做文章，比玉佩之事凶险10倍。勾结妖人是大寿的死罪，所以不能让他先动。他要查妖人，我就让他查。知意治水的功绩在天下人眼里，他凭空消失不假，但他没害过任何人。你要以攻为守。对，明日早朝，我不等他再提妖人，我自己把宋之言的事摊开说。他救人治水造船，桩桩件件摆在所有人面前。我要让满朝文武来不及害怕妖人2个字。好，我来压阵。他凭空消失，你亲眼看见他消失的，那你就是造谣。御史台前几日弹劾我玉佩之事，现在想来，也是有人暗地里送的折子吧？查御史台的折子是谁递的？查散布克夫谣言的是谁？查污蔑宋之义是妖人的是谁？柳姑娘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恨我的？是从第一天我折了你的手，还是从太子不看你一眼那天？我没有。这是从柳月荣住处搜到的，与探子往来信件，散布谣言，买通言官，污蔑皇后，件件属实。柳月荣，你可知罪？罪？我有什么罪？我陪了他18年，从小我就知道我要嫁给他，他是我的人。他一个力气大点的南罗马，你凭什么？凭我从没想过要害任何人。柳姑娘，我从未对你许过任何承诺，你我之间只有奶娘的情分。来人，带下去。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册秦氏为后。陛下，皇后之位关乎国本，秦氏虽才干出众，但出身南诏小国。这便是你们口中不如贵女的皇后。江南水患是她平的，北海战船是她造的，南诏的城是她替大硕守的。你们在朝为官数十年，能为朕排忧解难吗？日后要朕充盈后宫，可以，只要她如皇后般能为朕的天下排忧解难即可。从那以后，偌大的后宫只住了她一人。还在想他？没有，在想明天早朝。明天又要跟那帮老臣吵？不是吵，是提女子入学女学。你认真的？宋之义跟我说过，在他来的地方，女子和男子一样读书、做官、打仗。大硕如果能走到那一步，就没有人会像我一样3岁拔树，5岁拍碎书案。不是因为我想，是因为除了这身力气，没人给我别的出路。好，我支持你，但你知道朝堂上会怎么反对？我知道，所以明天我自己去说。臣妾请旨，兴办女学，大硕女子凡6岁以上可使入学读书，16岁以上可参加科考。女子入朝有违祖制。祖制？本宫当年画治水图时没人说祖制，造战船时也没人说祖制。如今救人的是女子，救国的也是女子，轮到读书做官就成了人伦。皇后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那你女儿识字吗？你女儿识字，你让她读女诫背列女传，你让她识字却不让她用。读的书锁在脑子里和没读有什么区别？那不一样。哪不一样？都是脑子，都是笔，都是纸，区别只在她是女子。这个区别是你定的，不是天定的。若兴女学，天下必乱。女子当持家，若都去读书邹官，谁来相夫教子？这位大人，我问你，你家夫人管账吗？管。你家夫人管账，说明她能算，她能算，说明她识字，她识字，说明她有脑子，有脑子能做你家的事，不能做大硕的事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大硕要强，不能只靠一半人，南诏太小，才会被欺负。我学造船是为了让大硕不被欺负，现在我要让大硕更多的女子学会更多的东西，不是为了跟我争什么，是为了大硕。各位大人，你们怕什么？怕你们的女儿比你们强，怕他们读的书比你们多。臣一律反对。一律可以反对，但律法是人定的，定的时候没有女子站在这里说话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律法该改。皇后要兴女学，女子也要科考啦。今天在朝堂上，你把所有人都骂傻了。我没骂，我讲道理。你的道理就是把人讲得哑口无言。妖后受死！不用见，你们3个一起上。狂妄！谁派你来的？你动了祖制，有人要你的命。谁？你不能动的那些人。你不该亲自出手。我可以躲在宫里，让侍卫挡在我前面，然后那些反对女学的人就会觉得皇后怕了，怕了，他们就赢了。念安长大了，会知道今天的事，他会知道有人想杀他娘，他娘没有躲。你越来越像三哥了。不像，他比我更不要命。让刑部审3个刺客，这次刺杀背后不只是反对女学，有人在借女学的由头想动你的皇位。娘娘，此人嘴硬，不肯招。你不用招，我知道是谁。朝中反对女学的不是1、2个人，但能调动杀手刺杀皇后的，3品以上的官员就那么几个。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保守派的老臣反对女学最激烈的，你主子姓崔。猜对了，崔大人做了30年尚书，女学一动，他的门阀体系就动了。他的孙子靠门荫入仕，孙女嫁入高门，女学兴，门阀倒。他不只是反对女学，他是怕失去权力。萧金鱼，审完了。崔尚书，朕的恩师。恩师和反贼不冲突。臣无话可说。女学之事，
触及国本，臣反对，是出于忠心。刺杀皇后也是出于忠心。臣未下令刺杀，是门生自作主张。崔大人的门生能调禁军级别的杀手，这门生本事不小。你做了30年尚书，大硕的河山有你一份功劳，但功劳不是杀人的资本。大硕的律法谋刺皇后，满门抄斩，但本宫今天不杀他，不是因为心软，是因为大硕需要更多人为国效力，而不是在牢里烂掉。崔尚书，革职，永不续用，族中子女入女学，一个不得缺席。谢皇后不杀之恩。我不是不杀你，是让你活着，看着女学怎么让大硕变得更强。今日早朝只有一件事，女学。臣赞成。臣赞成。你呢？臣家中2个女儿，第一个女儿3岁能背诗，臣夸她聪明，然后臣把她嫁了。第2个女儿5岁能算数，臣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臣错了。女学不是让你们认错，是让你们知道，大硕不缺聪明人，缺的是让聪明人有用武之地。从今日起，女学兴，女子可读书，可科考，不为争什么，只为大硕。3日之后，京城第1所女学开学，皇后亲自授课，第一课治水。崔尚书的门生还藏了一批子，昨夜羽卫军围了他们的据点。多少人？27个，最后一个据点，保守派的核心。都抓了？抓了，但审讯出来一个消息，柳月荣在牢中不断给外面传信，他还有一张牌没打。什么牌？不知道，但信中提到念安，柳月荣在查念安的来历。你在查念安？你怕了？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。你知道了什么？我知道那孩子不是你的，也不是萧锦瑜的，是那个妖人的。宋之义，他消失了，把孩子留给你们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欺君之罪，皇子血脉不纯，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被你们说成是皇嗣。你想用这个换什么？放我出去，我也不要你死，我只要萧金鱼。你把萧金鱼让给我，就不说出去。柳姑娘，你在牢里关了这么久，还是什么都没想明白。什么？你以为我在怕这个？我告诉你，念安的事，太后知道，满朝文武早晚也会知道，不是秘密的秘密，算哪门子的把柄？再说了，就算全天下都知道念安不是萧锦瑜亲生的，又怎样？大硕的皇后是我，我养的孩子就是皇嗣。你以为一张嘴能动摇什么？好好在这儿待着，你的牌打完了。娘，叫得真难听。柳月荣那边搞定了，他没牌了。有时我在想，宋之义把孩子送来，是因为他知道你能养好。你说这话不亏心？你是他爹。是啊，我是他爹。下个月女学开学，我第一课讲治水。然后呢？然后造船，再然后武举，让那个街上追着男孩砍的小女孩也能考武举。皇后娘娘力气真的很大吗？真的，但力气大不是最重要的。你识字吗？识一点点。那就够了。等你从这里毕业，你想做什么？当大夫。我娘生病的时候，镇上没有女大夫，男大夫不给看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是做谁的妻谁的妾，是做你自己。你做到了。不是我，是他们自己。我以后要去考武举。瑶儿亲戚，南诏近年国泰民安，多赖你在大硕之地位。前段时任敌军来犯，危急之极，有个年轻人率百骑赶来，力挽狂澜，朕已嘉奖。此子颇有当年北朔3皇子的风骨，骁勇善战，寡言陈毅。20年后，
娘娘，你是南诏来的使臣？是。末将奉命护送贡品入京。你叫什么？沈度。你多大了？刚满20。刚满20。娘娘可是身体不适？没有，只是想起一个故人。什么样的故人？和你一样，寡言沉毅，上战场不要命，挡在别人前面从来不会先说一声。他是将军。他是一个替我挡住整个世界的人。原来时间过得这么快。20年。 20年，萧长渊，你不是他，这世上再没有人是他。但我知道，这日子每过一天，我便离你更近一天，我们终将重逢。刚才那个南诏来的小子，有点像他。当年大硕水患，10年9涝。 是皇后娘娘提出疏堵结合，不是我想的，是2个人一起想的。一个人画了骨架，另一个人标了数据。娘娘，继续讲，我今天是来听的。娘娘，您真的会造船吗？会，还会打马兜。不过你们别学这个，先把治水学会。大硕不缺将军，缺能让百姓不饿死的官。先生说了，您当年在朝堂上被几10个大臣反对，您怎么不怕的？ 怕，但更多的是气。他们坐在朝堂上几10年，不知道田里的水往哪儿流。我知道，我知道的事儿，凭什么不能说？娘娘，今年新酿的，放了几年？3年，用那年您亲手嫁接的桃树。这簪子跟了我20年，他用运铁打的，说是自己琢磨的。 娘娘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都20年了，20年够一个人投胎长大，够一座城从废墟长成繁华，不够忘记一个人。萧长渊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说的那句“替我守着”，我守了，守得很好。